前几天我们给大家评测了乐高发现号航天飞机，如果你觉得它太占地方或者价格太贵，那么今天的这款国产发现号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这款套装采用了国产高专零件，成品长度是34厘米。相对于原型机37.2米的长度，它的比例大概是1:109。同时，通过它的配色以及半实体半透视的外观，那我们就知道啦，这又是一款来自佳琦积木潮享造物系列的套装。先来看下它的整体比例，那通过和原型图的对比，可以看到整体还是非常准确的。包括如果和乐高发现号一起拿来对比的话，机翼后缘升降副翼的倾斜角度以及垂直尾翼的倾斜角度，佳琦的这款甚至还要更加的贴近原型。不过机头的鼻锥部分，两款模型都没有很好的还原鼻锥的底部曲线，同时佳琦这款的偏差也要稍微大一点。细节方面，两侧的机翼，包括前面的边条翼、机翼后缘的升降副翼、机尾的机身襟翼，带2个方向舵的垂直尾翼，3台 RS-25 火箭发动机，采用20齿齿轮进行搭建，尾翼两侧吊舱位置的 OMS 系统，机体中部可以打开的载荷舱门，内部的遥控机械臂，前段的驾驶舱，朝向载荷舱的后视窗，后面的气闸舱，宇航员经由这里从驾驶舱进入到载荷舱，机头位置的 RCS 推进器全部都进行了搭建。在驾驶舱内部还有2个微型航天员人载，另外机头、机身底部还有机翼和尾翼前缘的隔热瓦也是通过黑色砖块零件进行搭建。不过尾翼两侧吊舱上的 RCS 推进器，驾驶舱下方的生活舱应该是因为比例的原因并没有进行还原。另外，相对于乐高发现号，载荷舱门内侧的银色散热器也没有还原。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航天飞机同样也搭配了一套空间望远镜，它的形状和哈勃望远镜也是比较类似的，两侧的太阳能翻板采用了贴纸进行还原。另外，同样也是采用了半实体半透视的设计。那在半透视的这半边，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包括像火箭发动机内部的涡扇结构、机翼内部的一些管线等等。那大家是更喜欢实体的这面还是半透视的这面呢？在功能可动方面，相对于乐高发现号，它的可动数量会稍微少一些，包括载荷舱的舱门可以打开，内部的机械臂有4个可动关节，垂直尾翼的2个方向舵可以向外打开，机翼后缘的升降副翼，后方的机身襟翼都可以调整角度， OMS 发动机喷口也可以调整角度。太空望远镜的2片太阳能翻板采用球形连接件和主体连接，可以调整角度，或者像这样收起来。这款航天飞机并没有设计起落架的收放功能，也是体积限制使然。不过直接拆卸的方式反而带来了另一个好处，也就是相对于原型，乐高和佳琦的这款航天飞机的前起落架位置都相对靠后，而佳琦这款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往前移动几个单位就可以了。另外和乐高发现号不同的是，佳琦为这款航天飞机设计了一个可动展示架，可以360度旋转或者调整展摆角度，那直接掰动调整就可以了，或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让它的机头朝下。而且这个可动展示架同样也是半实体半透视的设计，哈勃望远镜可以装在打开的载荷舱的内部，配合机械臂还原出太空部署的场景，当然也可以单独拿出来摆放。航天飞机和太空望远镜都各配了一块展示名牌，虽然佳琦并没有宣传航天飞机就是发现号，或者太空望远镜就是哈勃，不过通过上面的 Discovery、OV103、Hubble， 那它的参考原型也就非常清晰啦。下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拼搭过程，同时讲一下拼搭体验。这款套装的拼搭大概需要5-6个小时，拼搭手册一共有197步，过程中没有发现手册错误，属于在产品优化方面做的比较成熟的一款套装。不过有一点可以提的就是这款套装的小零件的占比相对偏高，或者说细碎的零件比较多，不过找件并不算麻烦。除了哈勃望远镜的太阳能翻板等极少的位置使用了贴纸，其他所有有图案的地方都是印刷件，包括透明件，同时套装中也使用了一些电镀件。在成品牢固度方面，这款套装基本没有问题，没有发现有别于正常砖块类作品的异常松动的零件或者模块。那包装方面，彩盒仍然是采用了和此前破晓宇航员、破晓5号火箭相同的设计风格，同时也使用了大面积的镭射工艺，背面对航天飞机以及积木的设计进行了一定的介绍。打开彩盒，所有的零件一共被分成了19个零件分包，4个大步骤，拼搭手册1本，贴纸1小张。好啦，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